来吧，赐座。多谢娘娘。你平时绣花针头中看不入眼，说来到底是你有福气心。嗓子还在那个，总比本宫细心。我的嗓子还在哑。在问题得到解决方案时，华妃的态度有了缓和，但刚刚发生了暴力冲突。华妃提起曹清墨有福气，一来是安抚曹清墨，二来是试探曹清墨有没有因此怨对自己。嫔妾无德无能，若无娘娘庇护，公主哪得平安成长？娘娘向来我感觉镜头有点糊糊的，是不是？长大后定视娘娘如生母，孝顺娘娘。瞧你，头发都散了，还陪着本宫说话，难为你了。总之，是在曹贵人到后面舒展。满分回答，表明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拜华妃所赐，自己感恩华妃，来日会报答华妃。华妃也在得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曹清墨公示的态度后，平息了怒气，打一巴掌，现在给个甜枣吧。皇上有日子没见到温宜了，你欢迎他带的温宜去景仁宫给皇上请安。直播是的。要去现在就去。我这个嗓子，凯哥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个嗓子气死我了。只要温宜会孝顺，只有我这辈子要把我嗓子给供起来。我要祈祷，我要日夜祈祷他千万不要给我止腰本宫子。妆台上有我上次不是，就是播了吗？这是什么花间浪漫？现在见不到面，那见到自己的物品，哇塞！自己起码不会忘了自己。哎，我今天看那个新品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，好看。哎，后面要是能摆点花花就好了。皇上万福谢谢，我凯哥哥哥。皇后万福。一来就这么，一来就对小公主这么宠。曹清墨虽然是华妃阵营的，但一直做小伏低，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攻击性。今天还是这皇后吃这个一直没把他自贡菜放在眼里，，曹清墨的真的几次太爱拜访也没有自贡菜了。引起皇后的警觉。但当皇后完看美到曹清出众了墨头上的不摇时，便意识到曹清不墨可味的此自贡菜前带有目的，是来给华妃做说客的，不由紧张。你倒不怕他受得了吗？更加说是，我像你老婆只是吗？晨起，公主便啼哭不已。那你能给我像烧自是许久不见贡菜吗皇后？娘娘，因此我想不念娘娘做饭哦。。曹清墨提出公主思念皇后，并没有提起皇你能上。给我烧强调此行是为了烧皇后，菜吃吗并没有刻意接近皇上的意思。现在我是见到绝对不会皇上只是做饭的偶遇。这有一个小细节，画面上曹清墨的眼神并没有敌意，反而带今天有一丝要看我的欣喜。浪漫可花语。见经历了丝烧纸啊，对了钱一事，，跟画壁故事还没被曹清墨讲完，收买，私下与曹清墨有。把这款专先放低一点。我不是上次31号播了吗？然后就又开始磕，果不其然的又开始磕，然后我就像以前一样嘛，喜欢吃播，喜欢，喜欢。等等，你是那个青山吗？宝贝是你吗？我才反应过来，宝贝是你吗？我刚说到哪儿？啊，然后我就是按照那个药开始吃嘛，结果我吃了4天，没有任何好转，就是以前那个药我吃了当天就会有好转的，然后那个药我就吃了4天，一点好转都没有，白天咳，晚上咳，半夜咳，就咳到什么程度呢？我晚上是根本睡不着的。就我只能等早上7、8点的时候，就是我那个稍微不怎么咳了，不怎么喘了，我才能睡觉。所以这段时间我就想说，哎呀，算了，摆了，好好把我这个嗓子供起来、养起来吧，等它完全好了再播。然后如果我播的话，我就不按照2个小时了，我就按照1个小时差不多了。就是因为一旦伤到，我就要养个1个星期了，真的很烦。然后就很耽误我这个直播，然后我反正这2天就想着我以后就不凑2个小时，我可能就播着感觉我嗓子不太行了，我就下，我不去凑2个小时了。就50万是的，但是最近涨粉速度又慢了一点点，我有点害怕。今天吃鱼肚，自贡菜鱼肚。我本来想点烤鱼的，
我本来昨天晚上特别的馋烤鱼，我想点个重庆烤鱼，然后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又不想吃了。这也是吧，我今天可能也是，这2天稍微养的好了一点，然后今天可能就播1个多小时吧。什么时候感觉我嗓子不太行了，我就下。现在一切以我的嗓子为主。是皇上在园子里练骑射吗？果郡王，皇上与王爷顺手打猎。周大是真的果郡王来了。我听刘珠说，那日小主与皇上在御花园里初见，皇上便自称是果郡王来着。今儿倒是皇上真主了。好吃。浣碧言语上并不谨慎，当着小瞎子的面提起了皇上和甄嬛的旧事。为此，有小伙伴提出疑惑：曹夫人得知此事，会不会是小瞎子传播的呢？你们的爱播又去养小瞎子有聪嗓子去了，慧少女的你们爱师傅大播这个飞机概早就知道了皇上盗号的事，而并非此时得知。且小瞎子嘴虽快，但也深知什么话能说，什么话不能说。这种事涉及皇上的私隐，传出去自己可没啥好果子吃。所以我认为向外传播的不会是小瞎子。至于这个情节，不是剧情需要交代浣碧先前得知了甄嬛这件私事，也为后续甄嬛怀疑浣碧埋下了伏笔。皇上剑法真准，果郡王剑术精良，皇上也赞不绝口呢。素闻果郡王善于琴棋诗画，倒不想剑法也这样好。姑娘才来不知道，咱们王爷呀会得多着呢。小瞎子对果郡王的赞美引起了浣碧的兴趣，让浣碧对这位风流王爷产生了好奇。不过此时浣碧一门心思都在勾引皇上上，并没有过多去关注果郡王。朕记得你的剑术是皇阿玛手把手教的。或许是玩得尽兴，使果郡王失了分寸，在皇上面前毫不掩饰地展示了自己精湛的剑法，这引起了皇上的注意。皇上生性敏感，且皇位来之不易，素来对兄弟多有提防。且果郡王又是曾被先帝寄予厚望的皇子，曾对果郡王细心教导，这一切都是皇上不曾得到的。所以皇上在看到果郡王的剑术后，联想到了先帝对果郡王的垂爱，因而不满。皇兄的骑射师傅是满洲第一马路，臣弟于顿，虽是皇阿玛亲手所教，可并没有学到皇阿玛的真传。九子夺嫡，何其惨烈！亲身经历过的果郡王，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。我超爱自贡菜。精于6艺，好在从不关心政事，也不参与党派之争，然后这一家离我有点远，然后他得50块钱还是60块钱才起送，但是因为他家炒的很好吃，所以每次我都会想吃的话，我还是会点。给的是适度之情，皇阿玛还是就他家卖的有点小贵，但是真的相很好吃。较于剑术，皇上更在意的是先帝对果郡王的重视。现在雍正虽夺得了皇位，但果郡王曾是被先帝寄予厚望的储备继承人。皇上担心果郡王会因此产生自取之心，对皇位还抱有打算。所以皇上这番话既是表明自己因果郡王被偏爱产生了不满，也是在试探果郡王是否有不臣之心。我可以吃个2天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。恰恰是皇阿玛的这一偏爱，臣弟倒成了无用之人了。让大家好久不见，今天的新视频去看了吗？这套衣服的。果郡王进谏恭敬，表明皇上之所以被苦心志，是因为天将降大任，而自己不是一个被宠坏的无用之人。因为我拍完之后，我头发很油嘛，我就去洗了个头，洗了澡。然后本来想说就是弄那个浴帽的发型，然后因为这个穿着我觉得它很像个浴巾，我就想说我要不就把这个当成那种浴巾，然后绑一个就是那种头发刚洗完的状态的那种感觉来直播。但是等我洗完出来的时候，打开这个直播画面看，我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看，然后就算了，还是把头发弄一下。现在清清爽爽的，可舒服了。素颜哦，素颜哦，宝宝们。给你们看我这里有长痘痘，前2天有点上火，长了个上火痘痘。欢迎大家收看小猫搅粉。这是谁？卸妆还认识我吗？分量不错，真是很不错。他家分量挺大的，主要是好吃。
我判断一个爱买的外卖的话，它好吃是第一位，王爷心思细巧，价钱什么的都可以。就你比方说一个好吃的，然后他卖我几十块钱、100块钱，他已知的我也信息是什么呢？会为了想吃然后花这个钱。果郡王剑术精良，皇上也赞不绝口呢。首先是果郡王剑术精良，皇上赞不绝口。甄嬛并不知道皇上与果郡王射箭的细节，只从小塞子口中得到皇上赞赏果郡王。如今天气热，失踪人口，啊，我真的太失踪了。这心意。我要给我的粉丝宝宝们培养训练你们，我就是这样时出现时不出现的，我要训练你们。但与皇上而言，并要习惯我好不好？果郡王在皇上面前展示因为我这个嗓子情况琢磨不定的，琢磨不透。它一会儿好的快，一会儿好的慢。对果郡王的赞赏时，就已经面目不悦了。王爷心思细巧，皇上却心怀大虑。婉贵人，这句话可是说到点子上了。皇上和果郡王骑射，曹琴墨是全程陪同的。他清楚这期间发生的细节和甄嬛、皇上的信息差。此时涉及了果郡王的话题，曹琴墨就借着皇上对果郡王心存芥蒂的好时机，好好为果郡王做文章。曹琴墨朝甄嬛说到点子上，表面指甄嬛我让你们看到饭了，我把那个视角给实则是强调和放大甄嬛所说的内容。甄嬛的话，你可以理解为是随口一说的应承话，但若深究起来，你夸赞皇上是应该的，夸果郡王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谢谢各位宝你宝们很了解和的粉丝心疼果郡灯牌王吗？。甄嬛的话放到平时或许不会引起皇上的注意，但此时皇上本就忌惮果郡王，又听到自己的宠妃这么夸奖他，心中自然是不悦。臣妾听闻，皇上你是们吃饭习惯从中间挖还是从边边挖呀？怎的，转眼就不我见了。就习惯从边边挖。想必一定听说妹妹貌若天仙，赶紧走开避嫌去了。你看呀，曹琴墨提到了避嫌，也是在为后续的话做铺垫。姐姐抬举臣妾了。皇上不必为王爷遮欢掩，迎我二哥啊！定是王爷听闻臣妾貌若无颜，还没谢谢宝宝快快。所以躲开了。你听听。二哥，你吃饭没呀？很吃了。后宫主人。最近也热起来了，最近我拍视频都会出汗了。甄嬛并没有意识到皇上的不悦，还在和甄嬛打趣玩笑。此时的皇上虽不高兴，但更多是因为果郡王的原因。婉妹妹谦虚，皇上听她玩笑呢。快尝尝这雪顶寒脆吧。啥时候能吃饱？你一直吃是会吃饱的。当真是好茶。特别喜欢穿葡萄的作裙子用很关，是键。这样，我从小就爱穿。这葡萄谁都不吃。其实曹琴墨就小的时候，我拉着我妈妈去带我买衣服，就真的是特别小，就幼儿园、小学的那种时候。我从来不买裤子的，就除了上学穿那种校裤，我其他都是穿裙子。然后我奶奶就给我取了个外号叫裙子公主。入口幽香，神清气爽。我们家这个裙子公主。果然有心。臣妾听闻，皇上当日初见婉贵人。然后当时就是，我有一个朋友在的高中嘛，他们那边的校服就是很像那种韩式校服，就是裙子，然后小西装的那种，我可羡慕了，当时特别羡慕，想穿。皇上对果郡王本就不满，现在听了曹琴墨这么一说，再结合甄嬛先前对果郡王的赞美，自然将果郡王的真的吗？谢谢三哥。意识到甄嬛可能对果郡王有私。三哥爱我。谢谢三哥。是皇上与婉妹妹的媒人呢，应该好好一些。对，我今天开的蛮突然的。何况这位大媒风流倜傥，朝中多因为少这两天我嗓子稍微好了一点，前段时间一直在咳，这两天稍微好了一点。想必妹妹在闺阁之中也听闻过17爷的盛名吧？先前的话只是提醒了皇上，但这句话几乎是坐实了甄嬛的罪名。先前你总夸赞果郡王，想必是倾慕已久了吧？你和皇上出狱相谈甚欢，怕是因为对方打着果郡王的旗号。这些话听到皇上耳中非常刺耳。怎么你和我好是果郡王？怎么你想穿裙子吗？子撩妹儿还要归功于果郡王吗？这件事触及了皇上的雷区。皇上不满之处有2点，其一是甄嬛对自己的感情貌似并不纯粹，其二是这件事威胁到了帝王尊严。这段感情的第三者不是旁人，偏是那个被自己忌惮多年且先天引起自己不满的果郡王。皇上虽是夺位战争的胜利者，但不得不承认果郡王在很多方面都优于自己。也正是
是因为皇上承认果郡王像包臀裙的话，它就很显眼，但我很少穿包臀裙。皇上感觉到自己处处都不如果郡王了。啊，我记得我去年生日的时候穿的那个包臀裙嘛，出去吃饭，我们当时找了个漂亮餐厅吃饭，然后我坐下后就是真的很明显，我旁边几桌的姐姐们都在看我，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的紧张，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穿包臀裙出去。这真的很明显，就是每次我这样起来或者是坐下来的时候，就很明显旁边几桌的姐姐们都在看我，我就很紧张，我在外面还是挺挨的。慌了，一时没反应过来，这些话到皇上耳朵里不过是狡辩和转移话题罢了。年轻的多，是不是因为我在笑啊？这个时辰，因为视频里的话我很少笑，视频里显得就比较御姐一点。曹清墨意识到皇上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峰，自己的目的也达到了，选择功成身退。曹清墨这一计妙吗？我只能说太妙了。若不是后续甄嬛能言善辩，但即便皇上不重罚甄嬛，也会存有心结，慢慢冷落甄嬛。可以说这一计放在其他嫔妃身上几乎是死局。而曹清墨可怕之处就在于这一计并非像贾运计划是经过细心筹谋的，而是更偏向于随机应变。皇上生果郡王的气，甄嬛来给皇上请安，甄嬛夸赞果郡王，这些导致事成的关键因素。我想去拿一下那个鹌鹑蛋。他唯一掌握的就是皇上借果郡王名义亲近甄嬛这件事。但曹清墨聪明在于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情报，使它超常发挥价值。这个情报往小了说，只是皇上和甄嬛的私密趣事，曹清墨却能抓住果郡王这一重点，在皇上情绪不佳时无限的扭曲放大，使这件趣事成为皇上的心结。鹌鹑蛋有蛋白质曹清墨挑唆成功的原因在于他对人性的把控，和能把小事转化为杀手锏，在绝佳时机给予对手致命一击。但曹清墨的问题也在于他的聪明，他并不擅长于掩饰自己的聪明。这件事事成与否都会让甄嬛提防他。上告诉我，此次甄嬛吃亏是因为他对曹清墨不够了解。你看我视频，经此一事，曹清墨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，与甄嬛成了明面上的敌人。又来再想了看甄嬛，怕是没这么容易。哪位哥哥帮我撕一下这个特别难撕，哪位哥哥帮我撕一下，自力更生。此时的甄嬛已经陷入了曹清墨的圈套，但现在解释我真的觉得，不是大家都说我什么腿上啊或者胳膊上有肌肉线条吗？但是我力气特别小，我也不知道我这个肌肉它长哪里了。这个都有点撕不开。岂不是索然无味？还是你给朕谈下去吧。我就经常在怀疑，我胳膊上这些肌肉线条它到底长哪里去了？撕两个真的吗？那你在我旁边就好了，我撕不开啊，撕开。那半阙山居吟吧。皇上选择让甄嬛弹琴，是同他弹琴。这个特别好吃，安妮给大家那种溏心的鹌鹑蛋，我现在天天可以吃2到4个。拿剪刀剪，哎，好注意。对了，好注意，为什么没有想到能剪刀呢？哎呀，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弹琴。你初次弹这把琴，难免生疏不能投入。不过朕倒另有一个疑惑，你对朕的情谊，朕已经明了。这里面就是这种溏心的，特别只是好吃。朕想知道，你是何时对朕有情的？皇上终于向甄嬛抛出了问题。皇上此举既是为解除自己的疑惑，也是想给甄嬛辩解的机会。好在皇上主动提起了这件事，不然这心结算是解不开了。但皇上的这个问题，我今天又是一天没有吃东若说西。是一开始就对皇上动情，是我今天的第一了曹清墨的挑唆，甄嬛便坐实了不守妇道的事实。溏心，超级爱吃溏心，好吃。甄嬛的殷勤讨好不过是基于皇上帝王的身份，而特别是你拿那个鸡蛋的话，然后拿那个溏心蘸那个面，超好吃。是吧？怎么说都有问题。臣妾看见的是臣妾面前的这个人，官名字与称。你们会吃生鸡蛋吗？就是在那个寿喜烧的时候吃那个生鸡蛋。皇上对他接下来的话产生了兴趣。
甄嬛指出，自己对皇上的爱慕从始至终基于皇上这个人本身，和果郡王或者皇上的身份都没有关系。这部片我看《甄嬛传》，《甄嬛传》解说，最近突然间上瘾。感慕皇上才华，但一心以为你是王爷，所以处处谨慎，不敢越了规矩，多加亲近。这句话有2个重点，首先是肯定皇上的魅力，表明自己欣赏皇上的才华；其次是强调自己虽然欣赏皇上，但碍于果郡王的身份，不敢过分亲近，表明自己从始至终恪守恐怖的声音，甄嬛的这番话就是那个皇上在疑心甄嬛，在试探她，然后那个 BGM。我始终做到了发乎情，止乎礼，也强调过不要坏了彼此清誉。这一切都是知道的，您对受远真诚都是真心话。甄嬛这番话让皇上明白，抢到199的机票不能全怪在啊！五一这种节假日应该很难抢了。并非只是对其他妃嫔下一般对待。次二哥加油，下次。臣妾对皇上，不只是君臣之礼，更有夫妻之情。甄嬛表明，我6个鸡蛋。我只是欣赏你的文采。啊，我从来没有吃过，就是直接吃生鸡蛋的。我之前看到就是日本有那种专门提供生鸡蛋，就是只吃生鸡蛋的那种店。然后有一个小姐姐去探店嘛，打了几十个鸡蛋吧，然后就光吃那个蛋黄，蛋黄拌饭什么的，打了几十个给我看呆了。但我没尝试过，我还是得蘸点东西吃。臣妾当时手足无措，虽然这对您来讲只是举手之劳，可在臣妾眼里，皇上是救人于危困的君子。最后，甄嬛正面的回答了这个问题，虽然撒了谎，但这个答案是按照皇上最好的时间节点。首先，解于氏之婚时是皇上表明身份后，这就不涉及果郡王的约束。其次，解于氏之婚是个很好的理由。彼时皇上的行为属于英雄救美，一方面是那个工作选择嘛，再一方面是我那个身体确实不太能支持，因为我本来体质就有点差，然后我们那个团的风格又是那种特别元气活泼的，我体力跟不上。后续我的所有表现都是发自内心的，没有扮演的成分。其实面对皇上的问题，最好的答案就是皇上表明身份的时间点。我前段时间刷到那个广东就是针灸的那种。然后我看到有个患者就是也是能去治鼻炎的，还有效果，我好心动啊！不知道成都有没有这种。我都不知道我鼻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可能高中，不知道。今天晚上睡觉，就是我有点下巴后缩，就是因为晚上睡觉鼻子是堵的。一躺上我就鼻子堵着，只能用嘴巴呼吸，没办法，然后慢慢的我下巴就后缩了。下巴后缩的话侧脸就不好看，我还挺在意这个。请皇上如臣妾说完。最近在成都，在成都吗？最近成都天气不错，可以好好玩。最近好多大太阳天。刚刚把皇上视作臣妾的夫君来爱着。颗星，颗星是什么？就说前面甄嬛是在回应皇上的问题，现在就是有感而发了，表明自己从始至终视皇上如夫君。皇上，你不该质疑我的真心。这个还没记性。是你盐水，我有开了个药。之前去医院的时候有开那个就喷鼻子的药，会稍微好一点点，但是晚上睡觉还是会堵。只是说白天没有以前那么堵。经过甄嬛的解释，今天下雨了吗？今天不是出太阳吗？可能只是我这出太阳。对他进行了安抚。新冠那个，这个我之前有一次专门去医院，就是问过这种耳鼻喉科的嘛，然后那个医生跟我说的是，他说你这种鼻炎的话是治不好的。我不清楚，可能每个医院诊出来不一样。可是流珠姑娘是小主从娘家带来的陪嫁。因为我有个朋友也是有鼻炎，然后他是那个鼻子里面长息肉还是怎么的，他去做了个手术就好了。不太清楚，可能等什么时候来兴致了，然后再去挂钩其他的医院再去查查吧。
挂一个那种程度稍微好一点的医院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就这样口耳相传的传到了曹琴墨耳朵里。思来想去，也只有这个解释了。没差别。皇上信任哇，我都快忘记我当时打完之后是什么状态了，忘了，感觉过去了好久好久。若不是皇上相信，甄嬛怕是会死无葬身之地。但我身边必须断绝很多朋友都说有些症状。无奈这件事事发已久，知道的人怕是不少，一时无法追查，只能暂且放下。但这件事也给甄嬛敲响了警钟，让甄嬛考虑身边人。华西啊，不知道华西我能挂上号不？不是说华西的号很难挂吗？我试试吧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博德系，继续更新脖子陪你看甄嬛。上期视频讲到曹琴墨借皇上盗号一事挑唆皇上和甄嬛，因此让是我甄嬛错觉吗？我感觉今天女主的分量有点少，没有上次点的那么多。娘娘，奴婢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让御膳房减少各宫各院的例菜，并且多用素菜。牵挂。好啊。等我看什么时候来兴致吧。后宫节俭。最近就是因为它暂时影响不到我什么，然后我就不会先考虑这件事。这事儿本就是皇后故意给眉庄挖的坑，所以现在皇后要借此事大做文章。华妃和齐妃位分高，都要和本宫一样，其他妃嫔才会军区医院嘛。皇后的重点在于军区医院我还没去过啊。我之前都是去了那个省二医院。即便大不如前，也没办法抱怨。此时皇后提起华妃，一是痛打落水狗，毕竟二人矛盾很深，皇后借此机会省二医院。但更主要的是激化华妃市二医院。华妃最喜奢华，吃穿用度都因为我之前住院就是在那个市二医院。事实上在降级，华妃自然会将自己的委屈归结于提议裁剪丽菜的眉庄，从而针对她，这也是皇后的惯用伎俩了。娘娘因你，我又想起来我坐那个救护车的情景了。是沈贵人在皇上跟前提的，这份功劳和苦心，本宫可不能。我跟那个坐在我旁边的护士姐姐两个人在那里闲聊。我跟她聊，我是做主播的。我们两个女孩子在那闲聊的一路。且皇后还指出，好啊，皇上要后宫节俭，本宫尤其要做出表率。事儿有点小。这件事是眉庄提议，但可能因为我住院是在那儿治好的吧，然后我对他反正还挺依赖的，就是如果有什么大病，我就会往市二医院跑。娘娘，奴婢从御膳房就我的性格就是那种，比方说我在外面吃到了一家很好吃的店，我就会一段时间内只去吃他们家，就这样的。除非我吃到了下一个更好吃的店。全是素菜，什么粗黄瓜、凉拌金针，恨不得荤腥都不见。华妃是一点也不苦夏呀，别人大夏天都吃不下去饭，华妃没肉还不行。夏天胃口就不好，那些个好东西更不用吃了。奴婢听说皇后宫里也是这样的，都是那个沈贵人的主意，劝了皇上要裁剪丽菜呢。还没协理立功呢，就学会拿着鸡毛当令箭了。果不其然，经过皇后的一番操作，眉庄裁剪丽菜的行为引起了华妃的不满。宋芝，拿些银票去，各宫都吃得苦，给那些宫女太监们。话说，补贴点油水。《甄嬛传》里的宋芝是演员自己的声音吗？还是后期别人配的？再加上裁剪丽菜，大幅削弱采买也是。我觉得宋芝声音挺可爱的。此时的眉庄算是把整个后宫都得罪遍了，所以此时是华妃笼络人心的最好时机。底下人可不会管你是好是坏，是不是主角，那我有利可图的，那就是恩人。此时华妃的一点小恩小惠，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实现邀买人心的目的。音乐。他们新做的酸梅汤。哪位哥哥有腹肌的，再帮我开一包。你也快尝尝。哪位哥哥有腹肌？姐姐忘了。我是不爱吃酸，再帮我撕一包。瞧我这记性，那妹妹的我就先喝了。看直播间有没有腹肌的哥哥？仔细上味。那也罢了，但今天热，我就爱喝这个。那是福临的酸梅汤做的，真好吃。福临是谁？是行宫里的小宫女，过来伺候小主的。
这里的茯苓就是华妃通过内务府安插到梅庄身边的人。先前甄嬛就是被内务府送来的花穗下了毒。我就像那个华妃就是蒋欣自己配的。内务府送来的新人，让其随意插手自己的饮食，也为后续贾云事件留下了。然后我觉得宋芝这个题外话，这宫女的角色声音还挺特别的。茯苓是一味中药，有健脾的功效，可以改善脾虚湿少。然而这茯苓说得好，我懒得起身去拿了，就是这么懒。名字方面确实留心了。对了，威仪公主下个月10九晚中岁，皇上嘱咐了皇后要好生热闹一番。皇上喜欢温宜，难免多见曹贵人几次。华妃的事儿没有牵连到他，他反而更得意了。皇上多见曹琴墨，不只有温宜的缘故，还因为曹琴墨与华妃私交甚多。皇上不能见华妃，也是想通过曹琴墨了解华妃的看法。任凭眼前皇上怎么宠爱他，没有子嗣，终究也是不稳固的。你且看华妃就知道，纵然她纵横6宫，可没有子嗣，这手中的权势说没也就没有了。没有个实实在在的孩子，到底是生也是空。我嘴巴开始肿了。梅庄见到华妃的境遇，由此及彼，也想到了自己，担心自己也会像华妃一般失宠，但梅庄考虑的太片面了。有孩子是要紧，但要分清轻重缓急。梅庄和甄嬛太过拔尖儿，被不少人侧目。先前本就多番受害，这再一怀孕，就更成了别人的眼中钉了。眼下华妃虽暂时失势，现在不端茶了，没有端茶你们就会问我，就会说我光吃饭不吃菜，我不准。我倒真是和他们不一样。皇上再怎么不待见齐妃，为了3阿哥，也得和他过过话。曹贵人和新常在虽说是女儿，可皇上也一样疼爱。只要记挂着孩子，就会顾惜到生母。残月小可爱怕梅庄还喝酸梅汤，把甄嬛那碗也收走了。如若不然，皇上过了一时的兴致，总会抛到一边的。仔细算来，姐姐服侍皇上粉丝吃也快有1年了。你也没带我的牌子啊，你也不是我粉丝。还不见好消息呢。皇上1个月才到后宫几次，如今我帮着皇后娘娘料理琐事，越发顾不得了。唉，说到底，也是我福薄吧。梅庄一直未有身孕，有多方面原因。首先，最客观的就是皇上不常来的因素。其次，皇上在登基时就已经45岁了。40岁后，男子的精子活动率会以每年0.7%的速率降低，而且精子畸形会越来越多。也就是说，此时皇上精子质量不佳，不易怀孕。我们从后宫后妃怀孕情况也可以佐证这一观点。大多数后妃都是在皇上登基前怀的孩子，后期皇上登基后虽有皇后的干预，但怀孕妃子数量断崖式减少。你们干饭最近在看什么？且登基后的皇上忙于政务，身体我最近又开始看《甄嬛传》解说了。怀孕这种事只能听天由命了。说完皇上，再来说说梅庄自身。此时的梅庄虽年轻，但身体状况并不易受孕。梅庄入宫不久，便接下了学习谢柳宫的任务。这个任务并不轻松，同时也像她自己说的，要帮皇后料理琐事，愈发顾不得这种事儿了。且不久前，梅庄曾被周宁海推入千里池，身心受到了创伤，自然需要慢慢调养的。然而为他调养身体的，还是和华妃有关联的江澄。这调养的好坏、快慢与否，都是人家说的算了。所以综合来看，即便此时无外界人为干预，梅庄怀孕的事也并不容易。你看，我软硬兼施，才能将他一口开了这张方子。照着方子调养，一定会得男孩。你也快拿去照方调养吧。梅庄的做法太不应该，即便你求子心切，也不该与太医私相授受，用这种方法求怀孕吧。且梅庄被授予学习谢柳宫的权利，为的就是来日可以谢柳宫。这一举一动都要成为6宫的表率，现在却做出这不忙的时候，我有天晚上，华妃就利用这张药方算计你。晚上可能就是那个馋瘾犯了，我晚上点了3份外卖，大半夜吃。是哪个江太医啊？还有哪个点了一个甜品，点了个奶茶，然后点了一个那种宵夜。江澄，他弟弟江慎是照顾曹贵人母女的太医，不错。这方子可不可信啊？你放心，我呀，也是放心不过，才派很多人去调查他的底细。怎么突然被夸呀？这开心！江澄和江慎并非一母所生，他们的母亲上火了，门上火了，兄弟俩也是势如水火。特别痛的一个痘痘。我怎么敢用它？
你放心用吧，我也是翻看了很多医书才决定用这张方子的。相较之下，甄嬛更为缜密。江澄的弟弟和曹清墨有往来，也就是和华妃有往来。我那天起来这里肿了嘛，痛了，然后我牙龈也肿起来了，我就知道我上火了。然后喝了一天的那个泡那个金银花茶，那一天都没有喝咖啡，不敢喝咖啡，然后喝了一天的茶。咱清楚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的道理。严格意义上说，他们本就是利益共同体，个人恩怨和家族门楣哪个重要，他们是清楚的。所以，即便他们之间并不和睦，在外在宫里也必须抱团同行。学习好多。刘珠，你去太医院看看，看看温大人在不在。若是在，请他即刻过来。小主不知道，护国公。但是我吃饭很，应该大家不会有什么胃口的，我吃的很慢。病愈了，温大人才会回来呢。他什么时候去的？就昨5号。孙老公爷病得突然，所以温大人走的也急，真是太不巧了。不巧，确实不巧。华妃开始算计眉庄，这甄嬛的心腹就被调走了。彼时的温实初虽有医术，但经历10亿事件前的他常被打压，因此并不拔尖儿。怎么偏偏出诊的活儿落到他头上了呢？所以我认为，与其说是巧合，倒像是华妃一党有意为之。小臣是给小主请安。这位太医开的眼生得很，以前好像没有见过。微臣是第一次伺候小主脉象。听说话像是济州口音。宝宝，你是女孩子吗？刚从济州任上调来的。宝宝，你是女孩子吗？这倒难得。感冒了。是济州人。应该不是感冒。竟有这等福气。上火很多原因嘛，我可能每个原因都沾一点。什么熬夜啊，吃辣呀，焦虑啊，我可能什么都沾一点。查起来底细也比较干净，明面上和华妃也没有往来，能让眉庄更放心。且贾云事件的太医属于一次性用品，用完即抛的，而江氏兄弟一直为华妃效力，且知道华妃不少内幕。若因这计划放弃他们，手下一时便失去了得力的太医，得不偿失。且不用江城，日后贾云一事事发后，华妃也能撇得干干净净，不至于惹祸上身。子孙繁盛乃是社稷之福，皇上膝下龙裔又不多，还请各位妹妹要为皇上分忧才是啊。皇后借瘟疫生产的事，再次提起了子嗣的问题。大家多吃点，大家能吃的话多吃点。我在看《甄嬛传》的解说。龙裔原是不多，可到了这儿，不是县城就多了一个。华妃，你可别犯了忌讳。华妃自然不会吃亏，还是依旧借子嗣的话题试图讽刺齐妃和3阿哥。齐妃的反应还是很快的，也是正面怼了华妃。现在华妃失宠且失去了协议留宫之权，明面上担有皇子的齐妃地位要更高。齐妃也不再忍气吞声，借这次机会拿出点款儿训斥华妃，用犯忌讳这种说法让华妃闭嘴，以免再攀扯3阿哥。人人都忌讳，本宫却不忌讳。奴婢生的孩子，也配做龙裔吗？4阿哥的亲生母亲是贱婢不假，可是皇上的孩子就是皇上的孩子，同样是3阿哥的亲兄弟。眼下华妃虽失势，但依旧不把皇后和齐妃放在眼里，辣起来了。那第一颗还是谁？呸！好了，好端端的说这些干嘛？大家都是皇上身边的老人了，即便不在乎宫里的忌讳，越发连皇上的心意都不顾忌了吗？皇后这话是说给华妃听的，华妃轻狂，一向不把皇后放在眼里。皇后为稳住局面，维护自己身为皇后的尊严，只能搬出皇上，让华妃闭嘴。方才我过来的时候，看见4阿哥在湖边背书，那书背的可比3阿哥顺溜多了。哎，皇后您说，这李金贵死得早，是谁调教的4阿哥比这千尊万贵的3阿哥还要伶俐啊？你从华妃的话中我们可以发现，4阿哥在去找皇后做养母前也试探过华妃。华妃有权势且无子嗣，有这样一位养母也不错。因此4阿哥就在华妃的必经之路上展现自己的才华，试图吸引华妃。但华妃虽然喜欢孩子，但喜欢的是自己生的孩子。且华妃时常诟病4阿哥卑贱，自然不会动收养4阿哥的心思。
卫衣公主就要满周岁了。那我想说今天先吃完再播的话，时间又有点晚了，干脆又来吃播。眼下正在用兵之际，吃播确实也万事不错。拮据，必得平定战事后。因为以前每次就是我吃完饭然后准备播的时候，我那个晕碳就上来了，我会很困。但又用战士的理由搪塞了过去。此时，无论皇上是否同意进奉曹清墨，皇后都会阻拦。谢谢毕竟曹你清，墨是华妃阵营，打压曹清墨。谢谢你是说我温柔，而不是说我吃饭太慢了。谢谢你。皇上的心意，臣妾敏感于心，只是臣妾卑微，实在不敢受此隆恩。以前我爸就是说我吃饭太慢了，就想把我送去那种军校，锻炼我一下。他说让我在那种环境里提高一下吃饭速度。二来华妃也在场，自己要尽量表现得谨小慎微，不急功近利，才不会让华妃为难自己。其实华妃对曹谢清墨谢你，会很乐意跟你一起吃饭，就喜欢那种吃饭的时候不会说我不会催我的人。也难怪后期会被曹清墨背叛。好啦，今天解说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三连，祝大家发财，爱你们哟！好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博德系，继续更新脖子陪你看甄嬛。上期视频讲到，梅长青的心切，因让华妃等人有了可乘之机。每次222念你的名字的时候，就会变成了2。谢谢我222宝宝的你谁呀？邱姑姑，我的爷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四阿哥真是皇后华妃两手抓。先前提到，四阿哥在华妃前的路上向她展示自己的才学，现下又到了皇后宫门口蹲守。四阿哥虽小，却是个有主意的。他清楚，即便自己再优秀，也会因为出身的原因不被皇上重视，所以与其在皇上那边下功夫，倒不如去后宫搏一搏。正如静嫔后面提到过的，子凭母贵，寻找一个高贵的养母，逆天改命，日后的努力自然能被皇上看到，事半功倍。皇宫一行人都2年没来了，如今来了，机会难得，所以四阿哥才会如此迫切地为自己争取机会。那您的嬷嬷们呢？他们好久不管我了。其实通过后面的剧情，我们可以得知，四阿哥的嬷嬷对四阿哥还是很上心的，但现在四阿哥却说嬷嬷不管他。说到这儿，我有一个比较阴暗的想法：一个皇子如果诟病他的下人伺候不周，正常情况下，皇后是一定要管的，最轻的也是调换处罚皇子的下人。这点道理大家都懂，四阿哥明知其中的利害关系，却还是撒了这种谎。我认为四阿哥是想通过牺牲嬷嬷的方式引起皇后的重视。如皇后真的心善，必然会因此对四阿哥多加照顾。可能声音会有一点点哑，抚养他也是有可能的。但真的忍不住不吃辣。辣是我的这一点我们能发现，四阿哥确实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。为了找养母，即便是疼爱自己的嬷嬷，也可以成为垫脚石，全然不考虑自己的一番话会对嬷嬷造成什么样的恶劣影响。虽然此时的四阿哥只是一个孩子，但我们可以从他找养母的行为和后续的表现看出，他非常有心机，这种事他也能干得出来。我能像皇后今天怎么没有人说我那个长相跟视频不一样啦？我还特地改了个标题。我能给皇阿玛请安吗？今天怎么没人说啊？今天来的都是熟人是吗？问题在于皇后并不喜欢大家认为的那么慈爱，简秋清楚皇后不喜欢四阿哥，因此只是敷衍了过去。开始辣了。娘娘，这帘子难剥，仔细手头。本宫知道皇上喜欢吃莲子，就自己剥一些，等一下好炖了百合莲子汤给皇上喝。娘娘对皇上的真心真是千金难求。我是不是那种属于那种越素越好看的？我还是化大浓妆的话，好像之前有人说不好看。时事都为皇上着想，背后却杀妾灭子，搞得皇上子嗣凋零。我本来开播前想说我今天要纯素嘛，要不要把我黑眼圈遮一下？后来想了想，懒得遮了，就这样吧。对，看到这么子。娘娘，刚才四阿哥来过。应该属于那种素一点好看的。罢了吧，皇上一看见他，又想起以前的烦心事，又该动气了。简秋看穿了皇后的心思，提起了四阿哥。其实四阿哥的生母早亡，他孤苦无依，也怪可怜的。你的意思是让本宫抚养四阿哥？奴婢是觉得，娘娘若觉得膝下寂寞，四阿哥也是一个人选啊。皇上最不喜欢的就是四阿哥，本宫抚养他又何用？算了吧。
皇后总抱怨自己膝下无子，孤单寂寞。但当眼下有了可收养的人选后，第一时间考虑的还是其能否为己所用。所以皇后和端妃竞品还不一样，他们是真的想要一个陪伴自己的孩子，而皇后想要的不过是一个帮自己平步青云的工具罢了。眼下四阿哥虽为真是萌妹了。孤独，你要是点击我主页的话，你会看到御姐，我是2个风格，完全忽视了后天记忆深的。可以弥补出身的不足。其实皇后收养四阿哥好处多多，皇上不喜欢四阿哥，不喜欢的是他的出身。皇后收养了四阿哥，有这样一位高贵的养母，自然可以抵消四阿哥的卑微出身，且此举还能为自己留下一个贤良的好名声。即便真的摸不定皇上的心思，也可以和皇上阐明一下收养的想法。皇上同意再好不过，即便不同意又能如何呢？起码还能在皇上那留下一个关爱皇子的慈母形象吧。皇上还能真生一个关爱六宫的贤德皇后的气吗？且四阿哥年龄尚小，从小培养总好过待到三阿哥长大之后再去和齐妃抢那个傻儿子吧。说到底，皇后就是太在意出身了，认为眼下的三阿哥是未来储君的最好人选，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，风险大，还是个破篮子。我喜欢，我便教你一个法子。太医院的刘本原是我同乡，那日来请脉，给了我一个偏方。你瞧，这2日口都好了。此时的眉庄已经完全信任刘本了，也正因如此，曹新墨开始行动了。可是刘本，从前从没听说过。他前2日刚从济州过来，医术倒还不错。那可不是老乡见老乡了。为人还好吗？我瞧着倒是挺好的。那就好，在我们身边伺候的人，医术倒还是次要的，要紧的是为人端正，必须要谨慎。针对刘本的问题，甄嬛反复叮嘱眉庄让他辣小心，劲越来越但眉庄重却沉浸在老乡见老乡的喜悦中。眉庄也太大意了，沈父在济州任职，捎个信儿回去，让父亲对这个刚上任的太医做背调，也不是难事。上火了，偏忽略了先天优势，被人家3言2语就忽悠了。上次江城给的方子，可叫他看过了？看过了。他说这样就能看出来今天存素了，是不是？蛮有什么是我明显的。们不能听的吗？嬛嬛。要长那种，摸起来很硬，然后又很痛的宝宝。前2天特别痛，今天倒是不痛了，但消不下去。我还以为只有咱们3个人出来逛逛，没想到婉贵人和沈贵人也是。水果奶，这会子天气很快些。水果的话，家里妹妹在这儿买的有圣女果我。还真要去找妹妹呢。甄嬛和曹清墨等人偶遇，此时载孕计划的筹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，现在需要眉庄怀孕了。曹清墨以道歉的理由声称去找甄嬛，最近甄嬛眉庄总在一处，找到甄嬛自然也能见到眉庄，从而可以进展下一步骤。所以即便他们没有偶遇，今天曹清墨也一定要找到梨子奶，眉庄。有没有其他水果？我不爱吃梨子。这曹姐姐有何见解？上次是姐姐失言了，听说还引得皇上与妹妹起了局语。可姐姐我确实是无心的，这会儿见了妹妹，舍不得将妹妹赔罪了。曹姐姐哪里的话？有其他那种去火的水果没？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。大家有没有发现曹清墨的话有很大的问题？难道我不爱吃梨皇上子吗？起了局语时，并无外人在场，那曹清墨又是怎么知道的呢？总不能是皇上。我最近连苹果都爱吃了，但是我还是不爱吃梨子。可能一是甄嬛回去和身边人抱怨时，让浣碧知道了，浣碧告诉了曹清墨；二是曹清墨在场时就知道自己的话会挑起皇上和甄嬛的矛盾。既然一开始就知道，那还要说，就证明曹清墨的行为是有意为之，目的就是让皇上怀疑甄嬛。所以无论是哪种原因，曹清墨知道内情这件事本就是不正常的。苹果也能下火吗？与他而言，最近还没有买苹果。虽知他口不对心，但也没办法。我一般水果是只买1样，然后吃完了再买下在一样。这儿说话的道理呀，不如去我那儿坐坐吧。我还特地命人备了一桌筵席，要向妹妹赔罪呢。这不，还特地请了新常在和齐妃作陪。我妹妹，你可一定要赏光啊！沈贵人，听说沈贵人弹得一手的好琴。这个哈。这俗话说，都是喜欢吧。客来情，可是我这个做东的呢，我今天晚上想炖汤，所以还得请沈让我把贵人那个肉拿出来先解冻。来留客呀。如此，多谢曹姐姐美意。
甄嬛本是不想赴宴的，但曹琴墨叫来了齐妃等人，若自己不去，也是驳了齐妃的面子。好在人多，想来曹琴墨也搞不出什么名堂，也就去了。殊不知，曹琴墨是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；曹琴墨请客，意在眉庄。曹琴墨的目的是让眉庄怀孕，准确来说是联系眉庄，在看《甄嬛传》解说，警惕，用给甄嬛赔罪的理由，顺便带上眉庄，合情合理。眉庄也会以为主角不是自己，从而放下戒心。谢谢关注。才动了荤腥。我最近爱上看解说了，因为看政治的话，你会跟着沉浸进去，跟着一起生气啊什么的。哎，华妃那些剧情还挺生气的，但是看解说的话，就你可以很快的跳脱出来，这是怎么了？要好一些。果然，眉庄在刘本茯苓、白玉提花的催化下，有了呕吐的症状。我最近还在看那个小菊和多多他们那个新剧《月影》什么什么。这刚才还好端端的，怎么然后恶心太？喜欢了，我在想最近要不要买一套那个汉服古风的衣服，但是还没有看到喜欢的。也有6、7日了。曹琴墨忽略了白玉提花的理由，直接问出了恶心有几日的问题。在场的齐妃、曹琴墨和新唐失踪罪吗？你说那个小说吗？这恶心几日的话题一出，自然会让他们联想到怀孕。那个之前我们高中的时候，班上疯传。高中的时候，我们班上会有一个分享的那种书柜嘛，就大家可以把像拿到班里去的书放在那儿，然后大家都可以看。当时《十宗罪》那个书快泛滥了，我看过，那个确实很吓人，口味也重。也只是那会儿看过了，现在你让我再去看一遍，我不看。其实可以暂时稳那个看完会做噩梦。再慢慢证实。小魏子，快去太医院传太医来。记得要请刘本刘太医。还有一个很有名的《地狱公寓》，不知道有没有宝宝看过？那个也很吓人。我看那个小说吧，一看就是看大半天，然后特别害怕。但看到其中有一章，我就不看下去了。皇上，现在沈贵人既然有孕了，是不是该找一个稳妥的太医照顾着？此时的皇后突然间从电视剧转到小说了。提出要找一个稳妥的太医照顾，然而太医始终最应该不会出电视剧吧？他那个这张弥又是皇后的人，所以此时皇后是想利用张弥对眉庄的胎动手脚。至于张弥这些事，我们到后续的剧情再展开说明。皇上，刚才来给臣妾诊脉的是太医院的刘本，臣妾觉得他很不错，他又是臣妾的同乡，要不就让他来照应吧。其实此时的甄嬛还是对刘本不够放心的，毕竟是新人，底细不够清楚。但眉庄信任刘本，自己也不好多说。快吃饱，有点饱。疏忽了，皇上皇后来了半日，却连茶也没有奉上一杯，臣妾真是高兴糊涂了。正好朕也渴了，你想用点什么？适才臣妾打翻了些梅子汤，现下倒有些想。快，有，梅子汤有的是。妹妹若是喜欢，我天天叫人做了送你那儿去。这曹贵人真是贤良淑德。来人，送梅子汤过来。曹琴墨与眉庄并无私交，且华妃又与眉庄有过矛盾，现下却如此殷勤，这让皇后苏培盛都察觉出了异常。不过其他人沉浸在喜悦中，并没有发现。显然此时曹琴墨也沉浸在事成的喜悦中，且想在皇上面前留一个贤良的形象，因此不加掩饰情绪了。至此，假孕计划成功实施。我们来捋一遍这一计划的细节。首先，这件事的起因是由眉庄求子心切而起。眉庄找江澄要求子的药方后，华妃一党便决定用怀孕这件事算计眉庄。江澄先是给了眉庄生儿子的药方，后华妃见眉庄得罪六宫的契机，辣得我鼻子都通了，现在把他安插到了眉庄身边。最后又找了一个敲定眉庄怀孕的太医刘本。我认为造成眉庄有怀孕症状的关键在于茯苓或刘本，而并非江澄的方子。如果在药方上作假，太容易被发现了。一旦把最后一个蛋蛋吃了就差不多了吧？江澄也会过早的暴露。眉庄有了警觉后，再安排人下手就不好办了。所以为保计划成功进行，药方上不能动手脚。后续药方被偷，也只是为了诬陷眉庄所求药方是推迟月信，而并非求子。所以这药方在这场假孕计划中的作用，只是让华妃等人察觉出眉庄求子的心思，而并非左右眉庄怀孕与否的结果。真正让眉庄有怀孕症状的关键在于茯苓或刘本。
他们二人都是可以在梅庄的饮食和药品中动手脚的，将导致梅庄推迟越信、不思饮食的药掺入到梅庄的饮食中非常容易，也比直接在江城方子里动手脚风险要小。最后，在刘本充分获得梅庄信任后，曹清墨出场了。他先让梅庄吃了油腻的蹄花，再给梅庄喝酸酸的梅刺汤，刺激梅庄的肠胃，且在假孕药的催化下使梅庄吐了。最后当着众人的面坐实了梅庄怀孕的事，也让梅庄背负了假孕的罪名。曹清墨利用梅庄求子心切，精心布下了一出缜密的假孕戏码，不得不说真是妙啊！好啦，今天解说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三连，祝大家发大财，爱你们！今日战绩。好，大家好啊，我是脖子细，继续。然后这个是明天的午饭，这边就是明天的晚饭。曹清墨经过一系列的筹谋，让梅庄和后宫众人都相信了梅庄已怀有身孕。皇上昨夜陪着沈贵人睡得有些晚，给新来的粉丝宝宝们高兴归高兴，看一下我的食量。你昨夜也没睡好啊？一来因为高兴，二来也吩咐了太医院仔细看着沈贵人的胎。二人都没睡好，但理由不相同。皇上是单纯因为高兴，皇后这一点还是要投入的。先前提到皇后注意到梅庄怀孕后，曹清墨的异常表现，包括梅庄提拔刘本这位新太医的行为也十分反常。还是让我少说点话，皇后应该联手太医院对梅庄怀孕事做了调查。但毕竟曹清墨计划周密，且皇后调查时间短，所以我认为此时的皇后只是有疑心，并不能确定梅庄怀胎的真实情况。沈贵人，皇上有何吩咐？朕想尽一尽沈贵人的位分。沈贵人得皇上宠爱，又有了身孕，进位也是应当的。只是组织并无嫔妃有孕或产子就需进封的先例。又是皇后的惯用话术，从不反驳皇上的想法，但又立刻搬出宫规，让皇上自己改变主意。倒不全是因为她身孕的缘故，她是难得的稳重。也是，婉贵人聪明机慧，倒显得沈贵人稳重大方。皇上打算给沈贵人嫔位吧？她担当得起。皇上要进封梅庄，不仅是因为她怀有身孕，也是因为皇上对梅庄寄予厚望。皇上本就计划要梅庄未来参与管家的事，如今有了孩子，再进封了位分，来日管家也能让人信服。从这一点也能看出，皇上急于提拔一个可以制衡华妃的妃子。那是自然，只是这样一来，咸福宫就有2位主位了。若要迁宫别居，恐怕沈贵人这个还带点薄荷成分，可以清清凉凉的，也许有消肿的作用。皇后见用宫规压不住皇上，就以关爱梅庄的理由让皇上推迟进封的事儿。其实从这一点也能看出，皇后并不清楚假孕实情。如果知道了，她巴不得皇上大力封赏梅庄，一举封为贵妃才好呢。反正假孕的事总有暴露的一天，你如今封赏越多，来日假孕事发后便会越生梅庄的气，到时候所有尊荣富贵都会化为乌有。但现在的皇后并不知道假孕的事，所以她需要一段调查和动手的时间。即便梅庄是真的怀孕了，皇后只需在她瓜熟蒂落前打掉她的孩子，皇上便失去了进封梅庄的理由。主播的时候大家能看到这点了。视频里的话，视频里我软萌起来，大家不买账。皇上轻易被皇后说动了。其实从这一点，我们就前段时间不是那个热点嘛，那个扫地舞，我跟着热点拍了，结果数据一般般。没和任何人商量就进了甄嬛的位分。但此刻就没见过这种比较可爱风的热点，那种比较宅一点、萌一点的这种热点歌曲出现的时候，我就会在思考，我说我到底拍还是不拍呢？我要不要凑这个热点？每次给自己就是增加一点信心，说拍，万一火了呢？万一就是跟着这波流量就上去了呢？结果事与愿违。我拍过2次，一个就是那个扫地舞，一个就是那个赛马娘，这俩都是很热的当时，但是我的数据都很差。不拍了，要不拍才能让沈家和梅庄都满意，从而让双方都更尽心的为自己服务，所以为梅庄想了一个不错的封号，彰显皇恩。这段时间我还是在我的舒适区待着吧，慢摇更适合我，我适合慢摇。这婉贵人和沈贵人同为姐妹，这下可真算是平起平坐了。皇后已经阻拦了皇上1次，现下若再驳皇上的面子，不仅没有正当的理由，还会显得自己不大度，惹皇上不快，因此顺了皇上的心意。我听锦溪说，怀孕8个月的时候，娘家的母亲就可以亲自照拂，
一家有没有宝宝知道我是几点开的？是吗？我没开那。可太好了。自入宫后，各位嫔妃便很难见到家人。此时他们满心欢喜，认为来日产子前便可以见到母亲。可悲的是，至此以后无任何一个嫔妃在生产前见到家人。眉庄死前也因静和明面上并未足月，没有见到母亲。或许他也没想到，入宫那天是自己和家人见的最后一面。现下是男是女都还不知道呢，无论男女，来者不拒。可我倒盼着是位皇子，这样终身就有依靠了。眉庄单纯的以为皇子能成为终身的依靠，殊不知越是得意，就越会引起六宫的妒恨。认真善待皇子，有没有命活到突然就谈到手里没事情做了，这是正事。华妃逝世8点左右难免了会东山再起。那就差不多快1个小时了。现在嗓子状态还行，也没怎么说话。也不是位专宠的人，这点倒是瞧对了。我是怕有人会捡这个空子占便宜。你的意思是要接玲珑了？我这2天还在问那个 DeepSeek，我说，哎呀，嗓子原因，每次都感觉开播播不好怎么办？然后他就跟我说先，就给自己加油。第一步就是先坐在那里，先开着画面；第2步就是先开个1分钟；第3步就是再开个5分钟。他说这样一步一步。其实也可以理解，眉庄和安陵容交情本就不深，与她交好也不过是因为甄嬛。说难听点，安陵容与眉庄而言不过是朋友的朋友，这种本就不深的交情，再加上安陵容无法为眉庄提供价值，所以日常送送礼物啥的也就今天我够了。们很游但涉戏，及宠爱就还有人说不一样了，话呢。皇上只有一个，你的宠爱多1分，我的自然就少1分。与后妃而言，这后宫并非家庭，更像是职场，你得到了项目，我自然就少赚了。所以平时的一点小恩小惠不算什么，但涉及到根本的利益时，谁都不愿意轻易让步。并且眉庄认为这对安陵容来说也是件好事，分宠总好过一个人老死宫中吧。这所谓的利用，也是给安陵容一个翻身的机会。你看你，上回还说玲珑心狠，这会儿就说再好了。你不知道，狠有狠的好处。我还不是怕你一个人应付不过来。没人说话的话，我就下播了。不至于有什么下了，今天我们大稍微保护一下嗓子，我就早点此时的下了。甄嬛是不想接安陵容来的，一来是不想被人分得宠爱，二来也不想姐妹之间掺杂算计和利下了吧。但眉庄的话还有没有点灯牌的粉丝宝宝，可以最后1分钟给大家点点哦，给大家时间点点。姐姐怎么亲自站着？你可是最害怕的，让妹妹好担心啊。哦，对了，梅姐姐一句话就把我给接来了。梅姐姐可好呢？一切都好。如今你来了，她更高兴。眉庄叫来安陵容的根本目的就是稳固己方的恩宠。贸然叫来安陵容本就不正常，若再直接将她引荐给皇上，哎呀，小猫，小猫，难免会让安陵容喜欢谢谢我儿宝宝。因此，甄嬛亲自引荐安陵容，又提起眉庄，见到安陵容会高兴，让安陵容认为眉庄叫来自己不过是姐姐们我下班去撸猫猫去了，叫来安谢谢我儿宝宝。也正因如此，甄嬛后续没有。大家都点完灯牌了是吧？我就下喽，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拜拜。4阿哥在皇后华妃那边都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，只能把力气放在皇上身上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引起皇上的重视。